在上一期我介绍了前作的诞生起源，也介绍了沉默之丘基本的架构。以下在介绍游戏的制作过程中会爆蛮多的雷，如果你不介意，就请继续观看。沉默之丘因其富有特色的游戏玩法，发售后立刻就红遍了整个游戏界，于是制作团队很快就着手了2代的开发计划。虽然沉默之丘的主创者外山圭一郎在初代完成制作后就离开了 Konami， 不过开发团队并没有因为他的离开而创作出品质不精的续作，反而诞生了被誉为整个系列之最的沉默之丘2。玩家们纷纷被游戏中独树一格的诡异氛围、对人性与发人深省的剧情所深深吸引，其经典的程度也令2代首先被 Konami 宣布重置。大家好，欢迎来到木环频道，这期将带大家了解沉默之丘2的幕后诞生故事与剧情大纲。游戏的剧情主要讲述了詹姆斯在某天突然收到了3年前早已病逝妻子玛丽的来信，信中写着玛丽会在那个属于2人共同回忆的老地方等着他到来。于是半信半疑的詹姆斯就驱车前往了过去与妻子最爱的度假胜地沉默之丘来寻找真相。 Mary, could you really be in this town? 本作的剧情虽然与前作同样发生在沉默之丘，但两者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也许是因为主创者外山圭一郎离开了开发团队，所以续作在剧情上首先就与初代分离，比起直接延续故事，更能独立的进行编剧，这样又可以带给对前作了如指掌的玩家们不一样的游戏体验，而不是仅仅延续前作的剧情。 I'm looking for Silent Hill. Is this the right way? Yeah. 起初公司任命了在前作担任首席城市设计师的金川哲裕来担任2代的游戏导演。不过后来随着游戏开发的规模越来越庞大而复杂，公司又不得不将他拉拔为制作人，负责管理整个团队的工作流程，而导演一职就落在了平山优史的肩上。在本作除了接替金川哲裕担任导演外，还负责规划了整座城镇的外景设计。他参考了美国加州的圣布鲁诺，用于沉默之丘的规划上。不过其实他第一个设计的场景就是主角所登场的公共厕所中，他将人们对于肮脏恶心等反感的事物借由破旧的公共厕所一次展现出来，再透过镜子来反映主角内心惶恐不安的暗示。甚至在许多场景的路程也被故意拉长拉远，以此衬托出一种孤立感。另外，采用固定式跟踪视角会造成玩家感知能力的下降，进而达到产生恐惧感的效果。而这种视角也很容易让玩家们迷失方向，在原本就昏暗的场景中遇到怪物时，因无法立即找到出口而产生混乱感。尤其是玩家在游玩的过程中，常常会遇到许多扇门，但每扇几乎都无法打开，更让玩家们对此感到惊慌失措。游戏场景在表现力和恐怖气氛的营造上，整体与前作相似，包括废弃衰败的小镇和街道上浓漫的迷雾。相同的游戏玩法与机制，包含借助手电筒和收音机来探索地图，并与途中遇到的怪物战斗和解开谜题。在许多完全黑暗的场景中，手电筒是唯一的光源，而詹姆斯获得的收音机则会侦测到靠近的怪物，并发出杂音来提醒玩家。 What was that? 不过本作在精神上的描写则更加复杂，富有一定程度的扭曲化。例如玛丽的来信会随着詹姆斯在故事中的进展而逐渐消失，暗示了这封信或许只是主角自身的幻想而已。然而为了更好诠释主角内心世界的样貌，本作的2位编剧参考了大量的文学与电影，包含从大卫林区的电影《蓝丝绒》《惊狂》中来寻找灵感。大卫林区以其独特的视觉风格和叙事手法，创造了一个表面看似祥和宁静，私下却隐藏着黑暗与腐败的世界。他的电影风格具有很强烈的心理压迫，常常模糊了现实与梦境的界限，并融入了超现实主义。游戏就把这几点发挥到了极致，将玩家们置身于一个交错的3元世界中。关于3元世界这一点，我在之前的影片中也有详细完整的介绍过。不过这次与前作不同的是，这次投射到表里世界中的怪物都是主角内心世界的反射。这些怪物们外形极端恐怖，足以让人精神崩溃。而这样的情况也包含了一同误入沉默之丘的其他人物身上。他们的内心都有着各自的阴暗面与不稳定的心理状况，彼此看见的怪物也不尽相同。
在表世界中，反映着主角们浅层意识中的阴暗，这里大部分是浓雾的情况。但在一声防空警报响起后，主角们会落入沉默之丘的深渊里世界中。里世界代表着深层意识中的黑暗，是在人们潜意识中最深处负面情绪的表现。有些人的里世界是如地狱般的展现，有些人则是阴暗寒冷，到处充满尸体的场景。而过小说《罪与罚》更是本作剧情创作的基础。小说深入探讨了罪犯的心理状态、内心矛盾和道德上的挣扎，被公认为是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描写犯罪心理学的长篇小说。而在游戏中，信件的消失也象征着主角会慢慢认清了自己的所作所为。詹姆斯会逐渐面对自己杀妻的事实。某天，妻子因罹患未知的怪病，开始咳嗽不止，寻求医生也都无法治愈，慢慢的导致长期卧床不起。更恐怖的是，随着病情的加重，皮肤与头发开始相继脱落，不成人形。詹姆斯因不忍心被病痛所折磨的妻子，而选择将其闷死来结束他的痛苦。事后也导致詹姆斯罹患了创伤压力症候群，他失去了妻子死亡真相的记忆，一直认为妻子是死于绝症。但在潜意识中，或许是为了正视自己内心的挣扎，詹姆斯幻想了玛丽的来信，带他前往沉默之丘，来面对自己杀妻后的自我反省和救赎。I'm kind of lost. Lost? 然而，本作的结局也是玩家们在游戏中的决定而有所不同。总共包含了6个结局，在后面的剧情大纲会一一介绍。故事里大量对主角詹姆斯的心理活动加以描写，将游戏中的怪物都定位成他内心阴影的具体化。比如照顾长期卧病在床的玛丽，詹姆斯因无法满足性需求，怪物们的形象几乎都是以女性躯体所反映出来的设计。就像玩家们第一次遇见经典怪物三角头时，他似乎正在猥亵拥有女性4只脚的怪物人魔怪。再到后来经典的泡泡头护士，这些都是隐喻着詹姆斯内心对于性的需求与渴望。谎言之影这个怪物，则象征被痛苦折磨的病人形象，也暗示了妻子的绝症。这个怪物会朝玩家喷射毒物，也隐喻玛丽曾对詹姆斯恶言相向的暗示。What are you looking at? Get the hell out of here! 而这些怪物的设计都是出自伊藤畅达之手，他本人是参考了英国画家法兰西斯·培根的画作，还有德国汉斯·贝尔默的人体模型摄影作品。这2位作家的超现实与抽象概念的作品，皆影响着伊藤畅达的灵感。不过在后来的采访中，伊藤畅达只说培根是他最喜爱的画家之一，许多灵感都是从他的画作上得到的。在游戏中最经典的三角头，则是源自于他在学生时期的画作。他本人是从德国的虎式坦克中汲取灵感，设计了金字塔形的头盔。这怪物象征着詹姆斯内疚和内心折磨的形象，从他渴望受惩罚的心灵中表现出来。为了在男主痛苦的精神折磨中产生强烈的对比，进一步暗插了他内心逃避现实的情况。佐藤农善另外设计出了比怪物更骇人的存在——未知，体现在了詹姆斯潜意识中介于现实与幻想的人物玛利亚身上，以此来暂时逃避现实中的残酷。玛利亚与妻子几乎长得一模一样，且具有妻子患病后失去性感的外表及大方的个性。她在整个游戏中展现的虚虚实实、真假难辨，令詹姆斯无法真正分清哪个是现实，哪个是虚幻。I'm not your Mary. So, you're Maria? I am. If you want me to be. All I want from you is an answer. It doesn't matter who I am. I'm here for you, James. See? I'm real. 而佐藤农善又将其设计得非常完美，以表示詹姆斯心中对于妻子完美无瑕形象的投影。而玛利亚的服装大概率是参考了美国歌手克里斯汀在1999年参加青少年选票奖时的服装而设计的。沉默之丘虽然会将人内心的恐惧和罪恶放大，并以诡异的具象化形式表现出来，但相比成人压抑且复杂的内心世界，团队在游戏中又加入了一名8岁的女童罗拉，与之形成强烈的对比。罗拉一单纯天真，没有任何罪恶感，沉默之丘对她来说只是一个无人的小镇。在他的潜意识中，没有任何能对他产生威胁的怪物，因而可在沉默之丘中安全的活动自如。Did I scare you? Yeah, you did.
音乐在本作也同样尤为重要。《沉默之丘2》的所有音乐都是由山根晃所负责的。他说自己在家中仅花了3天，统整了伤心的旋律及强烈的冲击这2个概念，完成了《沉默之丘2》的主题曲。尽管他并不认为主题旋律是音乐作品中最重要的部分，但他能想借由音乐唤起玩家们的感动。依靠着精彩出色的剧情、相对好玩的游戏机制，游戏在2001年9月24日初次发售后就获得了广泛的好评。而完全版《坠奇之诗》则是加入了能操控玛利亚游玩的短篇剧情，应运而生，更进一步丰富了游戏整体的故事。詹姆斯某天突然收到了3年前早已病逝妻子玛丽的来信，并邀请詹姆斯到沉默之丘，属于2人特别的地方见面。詹姆斯因而踏上了这段令人不安的旅程，试图揭开这封信背后的真相。随着詹姆斯的探索，他经历了一系列恐怖的事件和梦魇般的场景，包括遭遇了各种恐怖的怪物，其中最著名的怪物就是三角头，一个戴着巨大三角形头盔、手持大刀的恐怖生物。而三角头代表了詹姆斯内心的罪恶感和惩罚的欲望，成为他内心深处黑暗的具象化。Needed someone to punish me for my sins, but that's all over now. 在詹姆斯探索的期间，分别遇上了自称为寻找母亲而前来实地的年轻女性安杰拉，还有因体型肥胖而感到极度自卑且有被害妄想症的年轻男子艾迪，与妻子玛丽在医院结识的8岁女孩罗拉，最后是长相与妻子非常相似的女性玛利亚。罗拉最初会以恶作剧的方式出现，并在后面遇见詹姆斯时说出自己认识詹姆斯的妻子玛丽，而自己也是来寻找玛丽的。You didn't love Mary anyway. Wait! How do you know Mary's name? 其实玛丽在住院期间确实与罗拉结交而逝，玛丽也打算收罗拉为养女。Me and Mary talked a lot about Silent Hill. She really wanted to come back. That's why I'm here. 安杰拉有着幼时遭到父亲与兄长一同戏虐待她暴力成长的童年，在游戏中她会表现得歇斯底里，她未能从折磨中实现任何形式的解脱，进而产生了走上绝路的倾向。在詹姆斯一番苦劝后，直到他冷静下来才向詹姆斯道歉。他还请求詹姆斯帮他保管刀子，但在面对试图拿取刀子的詹姆斯，他出于本能吓到而后退了一步，由此可看出他的创伤之深，有陌生男子在面前感到的各种不安全。这也表现在后来安杰拉畏缩躲避被他称为爸爸的怪物时，这个怪物灵感来源也正是培根的画作。在这个房间内充满了许多由肉衬托出来的墙面，墙壁上布满了类似金属活塞的墙体，这些活塞如同机械，不具备任何情感。这样恐怖的画面又充满了性暗示，也唤起了安杰拉内心对于被叉叉的看法，都深深烙印在她的记忆深处。而在她的里世界中，只剩如同地狱般的情景，似乎最终她能选择走上绝路。 It's hot as hell in here. For me, it's always like this. 艾迪则是表面和善，私下却有着极度不满与暴力的反社会人格者。出于未知的原因，他被沉默之丘的力量所吸引，并且在路上遇到了同样想前往沉默之丘的罗拉。艾迪在面对沉默之丘所出现的各种异象而产生恐惧，随着深入小镇，他的精神状态也逐渐恶化。他向詹姆斯透露了他曾因被霸凌者嘲笑而射杀了对方养的一只狗，甚至后来还射杀了嘲笑他的人。种种迹象都显示了他极端的报复心理，最后甚至变本加厉，开始将幻想与现实混淆，不断地感到被嘲笑和威胁。在他的里世界中，只有阴暗寒冷的场景，最终也导致他朝着詹姆斯开枪，反被詹姆斯自卫射杀的下场。玛利亚大概就是由詹姆斯内心对于妻子的投影而产生的幻象，但同时他又拥有虚实之间的平衡性，就好像他是因为詹姆斯的渴望而化为现实的存在。 My name is Maria. I don't look like a ghost, do I? 他本身甚至拥有玛丽部分的记忆，在游玩玛利亚因缘而生的篇章中，如果令他去检查一些娃娃，他会认为罗拉应该会喜欢这些娃娃，但下一秒玛利亚就会接着想：罗拉，我说的是谁？这也暗喻着他确实是根据玛丽的形象与记忆所创造出来的。不过他又不单单只是詹姆斯的幻想而已，他有着自我预示与玛丽的记忆，但同时又只存在于詹姆斯渴望而成的具象化。
在他与名为欧内斯特的亡灵对话中，可以推测，其实玛丽似乎知道自己是什么。Maria, you are. Anyway, that's just what you think. You don't really know anything. Okay. 而他在遇见詹姆斯前，也曾考虑过这个问题，产生了自我了结的想法。James. 但最终又因为詹姆斯而继续存在下去。当詹姆斯前往了玫瑰泉公园后，正式与玛利亚相遇。他惊讶于和妻子长相神似的玛利亚，但在几句对话后就发觉，玛利亚与记忆中的妻子截然不同。也许妻子信中所谓的老地方，应该是指湖景酒店。随后两人就一同前往了。一路上，他们看见罗拉进入了医院。为了从罗拉那边问出妻子的消息，两人也跟着追到了医院。只是进入医院后，玛利亚突然感到身体不适而躺在床上。这可能是詹姆斯或玛利亚对于医院的记忆正在苏醒而产生的结果。詹姆斯只好继续孤身前往寻找罗拉，但罗拉却对詹姆斯抱有敌意，因为他认为詹姆斯就是个坏人，甚至戏弄了詹姆斯，将他锁在一个房间内。此时室内的天花板出现了数只被装在笼子里的肉唇怪，在这里，沉默之球的怪物很大部分都是参考了培根的画作。詹姆斯击败怪物后，一阵尖锐的防空警报声响起，随后他就晕了过去。醒来的时候，他发现四周变得一片锈红，耳边不停回响着玛丽的声音，最后被推到了医院的院子里。此时，詹姆斯已经进入到了里世界中。James! Mary? Oh, Maria. It's you. I thought you were. Sorry. 玛利亚对詹姆斯的态度非常生气，训斥他只顾着自己的亡妻而不去救他。在一番争吵后，他们还是决定一起寻找罗拉。玛利亚对素未谋面的罗拉莫名感到一种保护欲。而当两人抵达最下层时，三角头突然出现并开始追杀他们，可惜玛利亚却无法赶上电梯，而在詹姆斯的眼前被三角头所杀死了。不过詹姆斯在之后的探索过程中又再次遇到了玛利亚，但他似乎对自己被杀死的事情却毫无印象。他甚至说出詹姆斯和自己在酒店度假时遗忘的一卷录影带。此时詹姆斯对他到底是玛利亚还是玛丽而感到十分困惑。Come and get me. I can't do anything through these bars. Okay. Stay right there. I'll be there soon. 但当詹姆斯透过努力终于进入牢房时，玛利亚却静静地躺在床上死去了。他不得不怀疑起这一切的真假，似乎也令詹姆斯的回忆起了什么。虽然事情变得更加离奇诡异，但詹姆斯也只能继续前进来寻找答案。当詹姆斯终于抵达饭店后，他也终于在这里见到了罗拉，而且从罗拉给詹姆斯的另一封信中得知了事情部分的真相。Laura, I love you like my very own daughter. If things had worked out differently, I was hoping to adopt you. Happy 8th birthday, your friend forever. Laura, how old are you? I turned 8 last week. So, Mary couldn't have died 3 years ago. 一直到詹姆斯找到玛利亚的录影带后，这一切也才真相大白。原来离婚不治之症的妻子，其实也只是在几天前被自己亲手所杀。这一段也是参考了前面提到的惊狂，和主角从录影带中发现自己逝妻的手法如出一辙。随后，詹姆斯向罗拉说出了实情，尽管罗拉对詹姆斯感到非常生气。此时，收音机突然传来了玛利亚的声音，希望与詹姆斯见面。而前来的詹姆斯又遇见了玛利亚，但他又再次亲眼看见玛利亚被三角头处死。这一幕令詹姆斯明白了一切：三角头是自己所创造出来的怪物，是用来惩罚自己所有罪孽的。而当詹姆斯正视了自己的罪行后，两个三角头也随之自杀了。等到詹姆斯进入了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上回荡着他和玛丽过去谈话的声音。从对谈中得知，玛丽似乎在住院期间常常与詹姆斯发生争执。I brought you some flowers. Flowers? I don't want any damn flowers. Look, I'm disgusting. I don't deserve flowers. Well, what are you looking at? Get the hell out of here. I'll be dead soon anyway. Are you still here? I told you to go. Are you deaf? Don't come back. James, wait. Please don't go.
me! Don't leave me alone! I didn't mean what I said! Please, James! Tell me I'll be okay! Tell me I'm not going to die! Help me! 随着詹姆斯来到饭店的顶楼，他终于见到了一直等待他的人。When will you ever stop making that mistake? Mary is dead. You killed her. Maria? It's you. But I don't need you anymore. What? You must be joking. But I can be yours. I'll be here for you forever. And I'll never yell at you or make you feel bad. That's what you wanted. I'm different than Mary. How can you throw me away? I understand now. It's time to end this nightmare. No! I won't let you. You deserve to die too, James! 而在詹姆斯打败了魔化的玛利亚后，剧情也到了尾声。不过结局会根据玩家在游戏中的表现而定，总共有4种结局和2个恶搞的结局。这个结局几乎没有什么特殊的达成条件，因此也可以把它视为官方预设的结局。在这个结局中，詹姆斯在幻象里和玛丽达成了和解，而詹姆斯出于愧疚，说自己杀死玛丽是因为倦怠和自私，但玛丽却从詹姆斯悲伤的神情里得知，詹姆斯只是不想让自己那么痛苦，而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最后，詹姆斯也完成了玛丽的遗愿，带着罗拉走出了沉默之丘，并领养了她。如果玩家在这个结局中保护玛利亚不受任何攻击，且经常去探望她，那么在尾声就会触发这个结局。在这个结局中，同样在顶楼，但詹姆斯所遇见的却是玛丽的化身。除了这个结局所遇见的是玛丽外，其余结局都是由玛利亚所化身的。当玛丽指责詹姆斯杀掉她，其实只是为了摆脱他这个负担后，詹姆斯也亲口承认了，但最大的原因只是累了。玛丽听后更加指责了詹姆斯想移情别恋，甚至绝不原谅他。在击败玛丽后，詹姆斯和玛利亚又来到了公园。You killed Mary again? That wasn't Mary. 最后，詹姆斯带着玛利亚离开了沉默之丘。但是玛利亚最后的咳嗽声也已经暗示了玛丽悲惨的命运将再次在玛利亚的身上重蹈覆辙。讽刺的是，这个结局的主题曲却被冠以了海誓山盟之名。在这个结局的达成条件，只要在游戏中关注所有和玛丽有关的任何讯息就会触发。在这个结局的詹姆斯始终无法摆脱罪恶感，出于对玛丽的爱，最后选择与她一同投湖自尽。后来从官方的消息中得知，其实玛丽的尸体一直都是在詹姆斯的后座上。触发这个结局需要获得4件在第2轮游玩中所获得的特殊道具。詹姆斯为了让妻子复活，妄图复活在1代被击败的大魔王，然后借助他的力量复活玛丽。不难看出，除了第1种结局外，其他结局都是如此的黑暗。但接下来的2个结局都是恶搞性质，算是给游戏蒙上的一层喜剧吧。其中一个是关于外星人的结局，在这里他会和前作的主角哈利·梅森相遇。最后一个比较欢乐的狗结局中，只要将除了幽浮结局以外的4种结局都触发后，再开始新的游戏，前往杰克旅馆附近的狗屋中就会获得狗屋钥匙，然后在旅馆看完录影带后，使用钥匙打开旁边的观察室，即可进入狗结局。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喜欢的观众们可以订阅与分享，谢谢大家。